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哎呀，出大事儿了，出大事儿了！面具人有2天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是不是？嘿嘿，可能有老观众朋友们也都发现了，面具人最近更新节目的频率降低了，时长呢也变短了。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2点，一个呢是我的身体原因，大量的长时间的做节目太消耗精力了，而且呢我由于长期的大量的说话，导致了我患上了腮帮子关节炎。那第2点呢，就是因为面具人通过这段时间的操作 AXS、SLP， 基本实现财富自由了。我在这段时间赚了有差不多200-300万吧，有200多个以太坊。其实也不算多。我会员群里面还有个负债累累的，清完了负债还赚了30多万 USDT 的兄弟呢。嘿嘿，这些都是真的啊，经得起事实验证的。面具人现在呢，确实更新视频的频率降低了，也证明了，面具人看不上这点广告费了。当然了，这也不代表面具人不会继续做提高智商的节目啊。那我现在虽然说赚到了些钱了，可是呢，我也要，习大大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啊？不忘初心。我会将我的资产以及会员群友们赚到钱的那些有善心的人，我们会一起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帮助到更多的人。我在我的 YouTube 社区里面也发了，我会开启 Axie 的慈善计划、慈善行动，帮助那些贫穷的或者是需要资金的人。那说到这儿了啊，面具人再说一下，转发分享面具人节目的推广面具人的观众就有机会获取 Axie 蛋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抽大奖的活动。我现在呢，给大家先看一下本月的大奖鸟类蛋的获得者的获奖感言。嗨，大家好，我现在已经获得了面具人的鸟类蛋。我发现面具人的财经节目真是货真价实啊，而且受益匪浅，然后获得了很多财经方面的资讯，然后有一些那个收获，然后尤其是这个赠予这个宠物蛋，绝对货真价实，不是托啊，获得到了。我来自中国。看到了吧？面具人，我送我自己的蛋真的是童叟无欺呀！下个月的大奖是土豪爬虫类的蛋啊！只要大家积极转发分享面具人的节目，你们每个月都有机会获奖的哟。好，来说咱们今天的主题哦，真的是出大事了哦！别忘了点赞、订阅、小铃铛。咱们先来说第一件事啊，那就是央行再次宣布降准，此次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为1万亿元。那这一个降准呢，你就可以变相的理解为降息。降准就是指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也就是说，降准了以后，钱的被动收益会降低，迫使钱从金融系统或者是银行系统里面出来。那降准了以后，对贷款者来说就可以少付利息，很多有关系的人就可以大胆的借钱了。当然了，屁民们还是贷不到款的。你看这二手房都给停贷了，对不对？可是呢，那些房地产开发商的压力就会小一些，他们呢又可以继续像恒大呀、万科呀，可以继续开新楼盘，帮共产党继续割韭菜嘛，对不对？可是二手房现在就很难卖了，因为不给贷款了，很多人买不了，对不对？同时呢，屁民的投资理财的存款的利息收益都会下降。那这一次释放的降准资金是1万亿元。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其实真实的资金远远不止这么多。你们别忘了，数字人民币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在搞活动，这儿动不动放个几千万的数字人民币红包，那儿动不动的发个几千万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对不对？然后呢，这些数字人民币资金再结合这些降准的资金，你们可以想象啊，你们口袋里面的钱以后会很快的就膨胀到难以想象。不过呢，有媒体洗脑，有大数据操控，有数字人民币去进行精细化的调控，你们可能受到这个通货膨胀的表面影响啊，看起来不会那么的大，但是呢，每个人都会有明显的感觉。
在这里啊，面具人我顺便想说一句，中国的降准其实就是美国的加息。哎，这个话该怎么理解呢？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中国的降准降的只是中国百姓奴隶的收益，而通过降准挤压出来的更大的利润空间，会给予外资或者对外经济扩张给予更大的好处。所以呢，中国的降准等于美国的加息，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同样的，大家都知道，美国宣布了有可能会加息，都对币圈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那么，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外部世界已经开始正式加息了。那么，比肩美国经济体量的中国已经开始加息了的话，对币圈的影响，大家就可以自己仔细想想。人民币呢，也会进一步的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这就是为啥要出双轨制数字人民币的原因。对币圈的影响，咱们在节目最后再说啊。好了，来说第2个事儿，那就是数字人民币。你看，近日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分别在乐东和杨浦经开区通过了柜面以及企业网上银行的方式，为当地的机关单位、还有物流企业、还有一些商超发布了数字人民币工资的发放业务。那么这个行为呢，也就标志了数字人民币线上线下双渠道代发工资的业务正式落地。不管是通过柜面还是企业网上银行，数字人民币代发工资的操作流程非常简单、便利、快捷，有效解决了跨银行多方发工资的难题，而且呢，不产生任何费用。当然不产生任何费用了，这个数字嘛，对不对？键盘一敲就有了。而且呀，这个消息还显示了，在教育、医疗、景区酒店、连锁商超、交通以及加油站等场景重点布局，运用数字人民币，努力构建数字人民币支付的新生态。看这个新闻报道的是，海南那边已经开始全面的用数字人民币发工资了啊。其实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不只是海南。面具人有很多观众都发来消息说，他们那边已经开始用数字人民币发工资了。可是呢，中国目前的治理是网格化的，每个省之间它未必会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很多消息呢，它会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就被拦截掉，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就不能及时的得到最实在的、最新的、最真实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呢，现在呢就跟区块一样，跟网格一样，他只能看到党想给他看的消息，只能看到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内的消息。这个数字人民币可是很可怕的，国家都说了，数字人民币是可控的。哎呀，老生常谈了，你的钱以后怎么花怎么用都是党控制的，自由程度都是没有的，懂了吧？国家“14+5”规划也明确地说明了要全面落实数字人民币了。其实大数据之下，老百姓真的是无所遁形的。你们不信的话，就从你目前最近呢，你们想买 USDT 是不是都越来越难了呢？以后呀会更难，甚至呢，你的钱都可能锁在这些交易平台提不了现的。甚至呀，以后你的钱都不会是你的钱了，怎么花怎么用都是会被大数据操控的。而且呢，每个人都会建立信用档案积分制，达到了哪种积分才能进行哪种消费。数字人民币有多么的猛，大家可以翻阅一下我的往期节目啊。好了，最后再来说一说最近的币圈的动向啊，以及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我刚才讲了，中国已经率先开始加息了，那这对币圈的冲击也是非常致命的。大家仔细看看这段时间共产党的操作，真的是行云流水呀！你看，他先是收矿，然后呢自己再抛售矿，砸盘套现，等他的这个线套的差不多了以后，把钱从币圈里面逼出来了一大部分了以后，自己呢就开始宣布加息，然后呢再把逼出来的钱吸收过来，线也是他套的，金也是他吸的，牛逼不？同样的，中国加息了以后，世界各国政府为了从疫情恢复经济，那世界各国都会出现加息或者是变相加息等类似的行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别的资本收益渠道就会变多。
那别的资本收益渠道变多了以后，必然会分流币圈的资金。所以呢，各位观众，如果有还在玩消息币的，或者是空气币的，或者是那些群聊币的啊，群聊币就是只能活在聊天群里面的币啊。各位观众，你们如果有现在还在玩这些币的人，你们一定要小心了。这些币呢，就真的是割韭菜的游戏。币圈下一个新纪元能站稳的，只有 DeFi 和 NFT 这种有被动收益和价值的货币。而 XLP， 你看最近这几天是天天霸占榜首，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而且你们看图 ，AXS 的交易量已经接近了以太坊和比特币了，它已经远超狗狗币之类的这些消息币了。那至于那些博主还在攻击 AXS， 说 AXS 是山寨币的，你们拿脑子想一想啊 ，AXS 是不是山寨币？它有这么大的游戏产业，有那么多的宠物都归玩家私有，很多人都在进行娱乐对战，甚至呢电竞观赏。你说它是空气币，那我问你，狗狗币有什么？对不对？可是呢，这些博主当然要攻击 AXS 了，因为大家都去打游戏赚钱了，或者是娱乐了，对吧？那你说这些交易所还怎么赚钱，怎么吃饭呀？对不对啊？你不爆仓合约，你不套牢，那些博主还怎么去和机构拿提成呢？他们那些吃狗粮的需要靠这个挣钱，而面具人我不需要呀，对不对？我是有本事的，我自己赚钱呀，对不对？我对市场分析判断的非常精准啊，你们也都眼睁睁的看到我面具人是怎么赚钱的，对吧？2-3个月之前我就在玩 AXS、Axie 了，对吧？我默默无闻的玩到现在，我也一路的跟大家分享到了现在，是不是啊？这都是真真实实的战绩呀，我不是马后炮呀，对不对？而且我也确实赚到钱了，哼。尊敬的战友们，今天你们健身了吗？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嘿嘿，区块链游戏的王者地位 ，Axie 算是站稳了。包括以后还有新的功能，土地呀、赛车呀、电竞呀、广告费呀，甚至是类似赌博、赌球、战队比赛、外围，以及它的收藏价值、游玩价值、娱乐价值。哎呀！Axie 世界赚钱和消泡沫的方式太多了，而且 SLP、AXS、Axie 它们三者是互补的，三核驱动呀，此消彼长，延绵不绝。我就只问你一句话，人家 Axie 有娱乐产业，有实用功能，有收藏功能，有电竞观赏，甚至是赌博的功能，就像腾讯游戏帝国一样的实用性。这都算那些狗博主口中的山寨币，那么狗狗币之类的消息币算什么呢？你告诉我，算黄金吗？有消息就涨，没消息它就跌，它算什么呢？可是 AXS、SLP 的花式走位，最近呢大盘在跌，反而呢这兄弟俩天天在刷榜，已经让大家看到了有生态链、有实体产业的自成一体的币的实力了，对不对 ？SLP、AXS、Axie 天天刷榜首，也必然会吸引各路的机构、风投、散户入驻的。金融圈永远都是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上来了就上来了，下去了也就下去了。什么 K 线、马后炮、预测未来的，都是骗人的，要么是傻逼啊！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什么最重要？你看面具人我讲不讲 K 线，你看面具人我讲不讲技术分析，对不对？可是你看面具人我准不准？嗨，为什么呢？对市场的理解最重要。大家看看这些留言啊，多少人是跟着面具人赚到钱了，大家都在赚钱，你却还在空还是多？你还在那儿当地鼠抱团取暖做 old school， 别人家天天打 SLP， 每天赚1-2千块钱，你还在那儿哎呀，空还是多，多还是空，空它，空，那你必然是被淘汰的，对不对？等大家都用摩托罗拉了，你还在用 BB 机；等大家都用 iPhone 了，你还在用小灵通，那你不坑谁坑呢？好了，本月的大奖爬虫类的蛋
下个月10号开奖。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有机会获得大奖。如果你想获得更多、更准确的政治资讯、投资信息、移民理财的方式以及第一手的币圈消息，操作方式可以给我发邮件，加入面具人的专属会员群组。好，我们群里面再见，拜拜。